在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世界里，有两个很有意思的词：纯血华为和半血华为。它们并不是文学创作的概念，而是真实存在于汽车行业的两种合作模式。理解这两个词，几乎就等于摸清了华为如今在智能汽车领域的布局思路，也能看懂未来几年中国车市的一个重要趋势。首先得先回到华为的初心。华为进入汽车行业，并不是一开始就想造车，它来自通信和消费电子，擅长的是 ICT 技术，也就是信息通信技术。对于一台智能车来说，芯片、操作系统、通信、智能驾驶算法，这些恰好是华为的核心能力。于是，华为提出不造车，帮助车企造好车。这句话一度被反复引用，几乎成了公司对外的金科玉律。可随着时间推移，这句话背后的含义也发生了微妙变化。因为华为发现，仅仅当一个零部件供应商，并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。智能车不同于传统车，它的灵魂在于软件和系统，而这正是华为的长项。于是，华为逐步探索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合作方式，一种是深度参与整车定义的纯血华为，另一种是仅提供核心技术方案的半血华为。先来说纯血华为。所谓纯血，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噱头，而是一种深度的共创关系。在这种模式下，华为从最初的产品概念、外观设计、内饰布局到车机系统、智能驾驶、3电平台，全程都参与甚至主导。合作车企往往把关键的决策权交给华为，双方共同打造全新的品牌和车型。近2年频频刷屏的问界 M7、M9， 豪华轿车享界 S9， 还有正在布局的尊界、上界、智界，这些车的共同特点就是华为不仅提供了技术，更主导了产品定义。这种模式的好处显而易见，消费者买到的不仅是一辆车，而是一个完整的华为体验。鸿蒙座舱带来的无缝多设备互联、ADS 高阶智能驾驶的城区无图能力、自研电驱和快充的深度整合，甚至整车的操控风格和交互逻辑，都打上了华为的印记。简单说，这是一台披着汽车外壳的超级智能终端，与华为手机、平板、智能家居打通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圈。对于合作车企而言，纯血模式让他们可以在极短时间内拥有世界领先的智能化产品力，迅速建立高端品牌形象。对华为来说，这种模式能最大程度展现技术实力，也能在用户心中树立华为造车的强烈认知，哪怕官方依旧坚持不造车的口径。而半血华为则是另一种路径。这里的半血并不是指技术不纯，而是合作的深度不同。采用半血模式的车企仍然保留了完整的品牌独立性和产品定义权。华为的角色更接近于顶级供应商和技术方案提供者，它会提供鸿蒙座舱、乾坤智驾平台、MDC 计算平台、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，让合作品牌可以迅速拥有一流的智能驾驶能力和车机体验，但不会深度干预整车设计，也不会插手品牌调性。阿维塔、蓝图、极狐等品牌就是典型代表，他们的产品大量应用了华为的高阶智驾和智能座舱方案，甚至在智能化体验上能媲美纯血车型，但你不会觉得自己买了一台华为车，它们更像是搭载华为芯片和系统的高端车型，既保持了自身的设计语言，也借助华为技术完成智能化的飞跃。这种模式对于拥有较强研发和制造能力的传统车企尤为合适，他们不愿意把灵魂交出去，却又必须在智能化上快速跟进，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。半血模式让他们既能享受华为的技术红利，又能维持品牌独立和长期发展的可控性。纯血和半血并不是简单的2选1，而是两种共存并相辅相成的生态。纯血项目展示了华为完整的产品哲学，是技术与体验的天花板；半血则扩大了华为技术的普及度和影响力，让更多车企和消费者能用上华为的智驾和座舱方案。二者共同构建出一个庞大的智能汽车生态，使华为既是生态的塑造者，也是标准的制定者。从消费者角度看，两种模式的体验也各有特点。如果你选择纯血华为的车型，你得到的几乎是一部移动的超级终端，无缝的鸿蒙生态，领先的程序 Noah， 软硬件一体化带来的极致体验，这些都是第一时间可用的。选择半血华为的品牌，你则是在传统造车实力的基础上叠加了华为的技术外挂，体验依然出色，但在外观设计、操控风格和品牌文化上会更接近原有车企的基因。换句话说，纯血华为像是买一台华为自己定义的旗舰手机，而半血华为更像是买一台搭载华为芯片和系统的其他品牌手机。两者都离不开华为，但气质和侧重点不同。
从产业角度看，这种双轨并行是华为审慎而务实的选择。纯血项目能把华为的创新能力直接变现，快速建立市场标杆；半血项目则能在更大范围推广核心技术，带来持续的规模效应和话语权。对中国汽车产业来说，这也提供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：要么深度拥抱科技公司，共同打造智能车的未来；要么借助科技公司的底层方案，在保持独立的同时，完成智能化转型。未来几年，纯血华为的阵容大概率会继续扩大，从高端轿车到 MPV， 甚至皮卡都有可能出现。半血华为的合作伙伴也会更多，从现在的阿维塔、蓝图、极狐，延伸到更多需要智能化方案的自主与合资品牌。与此同时，华为的乾坤智驾平台、ADS 4.0 无图智驾、鸿蒙座舱的智能家居无缝联动、电驱和热管理等关键技术都会继续进化，为这两条路线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弹药。所以，纯血华为和半血华为说的不仅是几款车或几家合作伙伴，更是在描述中国智能汽车的一种全新产业格局。一个是全程参与的深度共创，一个是技术赋能的广泛合作。他们共同塑造了一个事实：华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成为未来汽车世界的核心角色。无论你最终选择哪一种，都难以回避这样一个现实：在智能车的时代，华为的技术和生态已经成为决定体验的关键。这就是纯血华为和半血华为的真正含义，也是他们在中国汽车产业里日益重要的原因。